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节目的邀约评测系列。今天找埋的厂商今天约评的厂商啊，是咱们老朋友幕府。不同于上次是配件包，这次是幕府的第一个成品产品，美剧版的洛基。明显有参考到现在1:12布衣产品系列的领头羊蚂蚁，标准的小纸盒，工艺堆砌也比较少，主要凸显效果的就是局部 UV， 整体的造型是长方形，不像蚂蚁比较喜欢用方盒。锋绘也是延续了蝙蝠侠配件包比较写意的效果，基本上是展示了剧中的核心洛基和由剧引出的征服者康。意境上来讲是不错的，不过作为一个标品来讲，有点主次不明，你不知道的，我寻这盒里是征服者康呢。盒背的设计也还可以，写意的展示了一下剧情，引出多元宇宙的分裂的神圣时间线。洛基这个角色首次出现在节目里，咱也得简单提一嘴出处和人物。这是漫威旗下的反派角色，初登场于1949年8月，名头很多，像什么火神啊、恶作剧之神啊、邪神啊、谎言之神啊。身份是冰霜巨人的后裔，众神之父奥丁的养子，也是雷神托尔的兄弟。我刚才提到的洛基是漫威世界中的洛基，和北欧神话中的洛基，不管是设定啊还是身世啊，都完全不一样，不放在一起讨论。这次洛基的形象并不是标志性的漫威电影宇宙中的形象，而是后续的衍生剧洛基美剧中的形象。故事剧情呢，也大概衔接就是复仇者联盟4。大家穿越回2012年的那个纽约大战的时候，12年的那个洛基机缘巧合之下获得宇宙魔方并且逃脱，但是他这个举动打乱了漫威电影世界的单一神圣时间线，遭到了时间异变管理局的追捕，从而引出了整部剧的故事。洛基美剧可以说是野心非常大，并且放得非常开，真是很意外，漫威非常大胆的几乎是砸烂了自己铺垫了10数年的故事的设定、力量体系等等等等。并且很重要的是，他终于丰满了洛基的这个人物。这个角色在早期的漫威设定里非常直白，可以说是一个去雄化阴柔派男色文化的这样一个代表作。早期对这个角色的诠释方式也非常低级，基本上就是冲观众抛个媚眼啊，或者是邪魅一笑给个特写呀，靠这种挤眉弄眼、搔首弄姿作为角色的特色。洛基美剧终于是让这个人物丰满起来，让他有了自己真正的性格和内心世界。而且漫威给洛基这个剧集的定位也非常重要，由他引出了漫威下一阶段的大格局，也由他引出了漫威下一阶段大反派征服者康。咱们设定就简单提一嘴，咱书归正传。这次的头雕可以说延续了上次新蝙蝠侠的水准，他在工艺和质感上，在小比例的美系里都属于是让人很惊喜的水平。首先，这次洛基的亮点就是神髓的拿捏，这种比较细微的微表情，尤其是这个眉宇之间和面部到嘴唇的这个肌肉，给人这种似笑非笑的感觉，它让人看起来很有角色的灵魂，稍显轻佻，而且很灵动，并且形准也算是比较出色。托马斯·威廉·希德勒斯顿这个演员的几个特征，例如说高眉骨、尖下巴颏，以及有点巫师鼻的那个效果，这个面部的走势抓的是比较好，尤其是嘴角这个偏向抿嘴一样的这个特征抓的也算是比较精准。而且头雕的肤色调的比较出色吧，因为演员是那种标准的白人，他的肤色比较浅，所以整体涂装的肤色效果应该是那种白里透红的效果，就是突出肤色底下的那个血色的效果，这些点做的都非常理想。发际线的过渡在这个尺寸之下也算是比较精细和自然，面部的这些细节的涂装以及纹路在这个尺寸之下也算是精度非常高，而且双眼光油的这个效果也是恰到好处，没有在一个反光之下看起来水汪汪要哭了似的那个效果，就是让人感觉很明亮有水感，这个就对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头雕并不完全还原，它其实做了一些美化，因为演员本人在演洛基这个美剧的时候已经40来岁了，他的皮肤的状态其实是远没有这么好的，他其实在肤色、皮肤纹理乃至眉宇之间都是在这个头雕上做了一些年轻化的处理。
让这个头雕更美一些，更接近演员本人在更年轻时候的状态。头雕依然是有惊喜的，但是它不是全部嘛，你一个成品，咱们需要从局部拉到整体，再接着看效果，那咱就得一条一条掰扯了。先看像上半身，这个洛基的上衣问题颇多，咱们说几个点啊。第一是这个版型错了，在这个剧中啊，洛基的这件上衣其实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翻领带扣的小衫儿，之所以看起来那么特别，主要还是为了凸显洛基这个放荡不羁的这个形象，他穿的很不整齐，敞着环还把领子立起来达到的这个效果。实际上这身衣裳正常穿它应该是这个效果。幕府这个在版型上和原著有比较大的出入。第一个点就是翻上来的领子做的太大了，尤其这个角做太大了，而且啊这个领子做太大之后呢，它其实显得这个衣裳它是比较臃肿的，它并没有说让这个衣服看起来说更不济更飘逸。你看啊，收一收这个效果，这个尺寸这立正劲儿马上就出来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整个衣服不太贴合，尤其是领子这块，它做不出剧中的那个自然的浮在身上的效果。其实这个衣服啊，它已经加铁丝了，它在圈上加了一个铁丝，实际上还有哪个位置需要点一点铁丝呢？这个位置需要织这么一个半成的细铁丝，它会看起来贴合感更好一点。另外一方面，衣服的材质选择是不错的，比较轻薄，但是它看起来就是很臃肿。差在哪儿？这个点，收腰。原著啊，它是一个比较日常并且比较修身的这样一个形象，它这不收腰，这个效果看起来就像门口大爷穿的那个大衣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领子内侧外露的这些东西，它其实不是装饰品，它是扣子。原著是说一边是扣眼一边是扣钉，这个衣服它是可以系扣的，但是这一点也是没有还原到，它只是比较写意的把这几个钉点当成了装饰品，这个可能是对剧中造型考量上的不足。再有就是对于颜色的选择上，这身衣服在原著里它也是比较偏绸料的，比较敏光的那种材质，它在剧中其实也是暧昧色，在海报上类似于一个色儿，在剧里类似于好几个色儿。不过不管跟哪个比，这个衣服目前为止的这个选色都浅了很多，应该再让它深一点，往黄色再稍微走一点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原剧中这个衣服和这个裤子其实是偏向顺色的，但是这个呢更偏向反色。整体这个大衣它就比较减分了，还原度上差了一些，而且从这个修身美观的这个程度上也要差一些。这个外衣是可以脱掉的，脱掉之后的第二造型颓势还是比较明显的，问题颇多，咱一件件说。上半身的衣物版型算是比较正确的，领带呢也是比较考据的还原，但是这个胸瘪了呀，整体让整个上半身都垮下去了。原著里洛基的身形还是能把这个西装撑起来的，这个明显没有。另一方面就是裤子，这是现在很多定制品呢或者第三方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。裤子的版型不差，就是从上到下笔管调直的，但是它有一些不自然。你看啊，从这个小腿到大腿到裆，裤兜这个位置它其实应该再放一放，再松一松。你看这个位置啊，它前有裆后有臀，这两边还有兜，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裤子在胯部两侧的这个位置都会再宽松一些，一方面给插兜提供一些舒适性，另一方面男士嘛，你也得考虑它的生理结构的舒适。这样的裤子看起来虽然笔挺，但是一搭眼它就是个玩具穿着假裤子，放一放自然一些会更好，而且不会影响你整体的版型，还会让产品看起来更具说服力。腰带倒是比较考据的还原了，顶上印着 TMD 不是 TVA， 就是那个时间异变管理局缩写。这里有一个比较低级的设计失误，这个腰带扣在扣合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卡位的，平的，所以一动就会掉。这是一个在设计和调试中应该注意到的点。那往下就要说这次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素体。咱先不说其他的，这个素体型它有问题，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胸瘪了之外，对于这个头，对于整个身形来说，它的肩也太窄了。如果你要是认准了这个素体的话，你这个位置必须得垫肩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素体啊，它一看就是标准的外采性的素体。你看这个消光喷的它都不是很明白，而且大分膜线、大脚件口都搁这留着呢啊，还蜡渣黄。尤其是说你这个面部
肤色处理的很出色的情况下，那跟你这脑瓜一比呢，这手完全就是俩东西。不仅是手啊，这个脖子亦然，看着没有？这脖子锃亮的直反光，完这大分膜线跟这个产品面部的肤色和质感它完全不搭。现在的这个效果啊，很浪费它这颗好头。一个非常出色的有定制品水平的这个头雕，插在了一个廉价美系的骨架上。也看看配件，配件整整一栏手型，但是以这个素体的涂装和质感，这个手型给多少都0分啊。这算是个比较重要的配件，算是这个造型的补完。在最终决战之前，洛基给自己幻化出来的这么一个背剑带，材质是人造革，这个材质是比较自然，但是抗老化性一般。适配的效果还可以，这不算完全体，还得再加上异世界的洛基给他的这把剑，适配的效果也还算可以吧。除了其他人赠予的，洛基本人标志性的2把短剑也给配了，还有点特效件，像这个长剑的特效造型，发色和渐变色涂装是没什么问题啊。软和的洛基本人的法术特效件，不同造型的有2套，另一套是这个造型，发色透度都没什么问题。这个配件有点意思，时间异变管理局里人手一个的时间控制器，这是开模做的，顶上做的印刷，很精致的一个配件，展示的算是一个小彩蛋吧。女洛基，而且有一定的联动点，可以开合。顶上是已经异化的神圣时间线。这次幕府美剧版的洛基，作为一个漫威非常有野心的剧，这个选材是非常有想法的，而且头雕也贯彻了厂商一贯的水准，很有惊喜感，依然能在头雕的这个细节神态上给予足够的剧中的共鸣。衣物的剪裁也算合格，配件的精度呢也比较高，但是配件的配置其实可以考虑再增加一些。关于时间异变管理局的元素有些过少了，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时间管理局的吉祥物，那个时间小姐用比较简单的方法，例如说透明亚克力片去实现，放在洛基的旁边，这个产品的格调马上就会提升很多。当然了，产品也有着非常致命的问题，就是素体。素体的身形也不理想，质感也不理想，跟整个产品的效果是完全割裂开来的。对于产品不仅没有衬托作用，反而是严重的拖了后腿，让整个产品成熟的气质都消失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作为厂商的第一款成品产品，虽然问题颇多，但是做成这个效果，我愿意给一个及格分。继续努力吧，希望下次有更好更成熟的作品。好了，这期就聊到这里，感谢诸位收看，我是云老师，咱们下期见。